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妮妮家的汉堡。今天继续为大家带来搞笑脑洞美漫《辛普森一家》第22季第9集。元旦结束后，彻夜狂欢过后的辛普森家中混乱不堪，小新只能捡起地上的酒塞当奶嘴，而收拾房子的辛小妹看着小新从屋子里扶着肚子走出来，看样子是和马桶待了一宿。小新发誓自己这辈子都不会喝那个果汁了。辛小妹十分同情，然后替果汁插上吸管，对小新发起攻击。小新不甘示弱，开始用猪肉卷进行反击。辛小妹抛出辛巴的内裤，小新举起阿姨的臭脚。这时躺在地上的阿姨表示自己有些讨厌元旦，毕竟在元旦跨年夜，她居然对着电视上的主持人发了疯。小新安慰她，谁不会犯点错呢？这时猫咪和狗子从窝内走了出来，显然他们的错误也不小。小新咂咂嘴，不管如何，至少今天还是挺值得期待的。这时楼上的辛巴还在呼呼大睡，兄妹俩丝毫不顾养育之恩，上了楼就是一通平底锅轰炸，险些将血压不低的辛巴当场送走，却没想到出来劝阻的人竟然是辛妈。这位估计也是昨晚和辛巴亲热的时候不小心在那喝多了2手酒。辛妈劝他们在5小时之内最好都不要吵闹。眼看辛妈都要暴走，辛巴打算缓和一下气氛，打开电视看看节目，却没想到电视里面别的国家还在狂欢，飞机滑翔和鸟的叫声直接把两口子折磨得没脾气了。辛巴只好起床丢垃圾，然而福无双至，祸不单行，丢垃圾不分类的辛巴遭到了黑心警察的罚单，一下就给他扣掉了50美元，这无疑是割辛巴的肉啊！要知道在公园裸奔拉屎加起来才扣这么多。辛巴气愤的捏紧罚单，结果警察又说他破坏公物，罚单再加1张，说脏话罚单再加1张。辛巴纳闷了，什么时候这些事都要被开罚单了？警察叉腰表示从新的一年开始，政府就出台了这些规矩。辛巴翻了个白眼儿，他就知道那些该死的政客和税务官又缺钱了，想要在他们这些人手里捞一把。但是敢于说真话的人并不会有好的结果，于是警察再开1张罚单，直接罚了他950。辛巴大呼这都要1000美元了，警察觉得得体谅强迫症患者，直接给他凑了个整数。酒吧内，辛巴将自己手中的罚单给好友看，对方吐槽，从这一系列罚单看来，你今年就是个多事之年呐。这时老谋子出主意了，他低声告诉辛巴自己或许有路子可以帮他，但是这边不好说话，你跟我来。辛巴跟着他一路推开仓库门，老谋子觉得还不够隐蔽，再推门还不够，然后他们就不小心误入歌舞剧场表演了。在那里，老谋子看见了和自己长得一模一样的猩猩，一顿耍宝之后，俩人还是回到了酒吧。老谋子告诉辛巴，现在去法庭的9号窗口，然后给那里坐着的家伙塞100美元，你的犯罪记录就能干净的像你的大脑一样。于是辛巴开开心心的带着钱出去了，结果刚到柜台，他就看见上面贴着离开10分钟的单子。辛巴可等不了那么久，要知道他车上还放着一只甜筒呢。这时车内的甜筒已经开始融化，路过的冰淇淋爱好者看了一眼，一拳打碎了玻璃，准备拯救这个即将融化的冰淇淋。然而手臂太粗，他还是没能抢救下来。这时辛巴也惦记着冰淇淋，干脆在纸袋上写了贿赂和1张小纸条放在窗口，然后转身离开了法庭。结果还没上车呢，警察就上来抓人了。辛巴解释这只是个误会，我本来是准备写新娘的，这其实是给新娘的礼物。没想到此时刚好有一位新娘出现，拿走了礼物。辛巴这才脱口而出我的汇金，然后他就被抓了个人赃并获。今年第1天就被抓进了监狱，这也太操了吧！因为试图贿赂政府官员，辛巴很快就遭到了法庭审判定罪，监狱关押10年。辛妈不由得为丈夫落下了眼泪，辛巴赶紧劝她没事没事，我表现得好，说不定可以提前18个月出狱。小新十分煞风景的回他，我们可是辛普森家族，字典里就没有表现好这3个字。辛巴差点被这个不孝子气死，当场掐着小新的脖子要揍他。过了一会儿才意识到这是法庭，这样做似乎不好，于是他又向法官申请使用扶手，然后对着小新就是一顿暴打，真是父慈子孝的一幕啊！警察将他押到了监狱外，很是感慨10年青春岁月，你将整整浪费10年啊！辛普森失落不已。这时警察悄悄告诉他，其实我这儿有个法子可以让你免除牢狱之灾，但是做起来会有些危险。想着家人，辛巴还是答应了下来。辛巴被带到了 FBI 调查中心，局长说他们已经调查一个狠角色20年了，最近才终于掌握了这个叫胖托尼的家伙的行动。辛巴指了指墙上的证据，结果那些证据和照片没扣稳，一下子掉进了下方的碎纸机内。你们 FBI 怕不是有内鬼哦？局长看着碎纸冷笑一声，告诉辛巴他们打算安排他进胖托尼的黑帮做卧底。辛巴当场摇头拒绝，表示自己曾经和胖托尼有一面之缘，并且和他39家的大儿子的朋友一起吃过饭，让他去做卧底，那不是给老虎擦屁股找死吗？局长说没关系，到时候会给他取个艺名，然后再做好
伪装送进去。辛巴一听还挺酷，问他事情结束之后艺名还可以继续用吗？局长回他，你想得美，版权费拿来吧你。于是辛巴被换上了伪装，顶着蓝胖子的艺名，坐着冰淇淋车前往监狱。局长在车上向辛巴解释，你的耳朵上有一个仪器，当你说哎是放大，说哦是缩小。辛巴哪见过这高科技，当场激动的把机器玩起火了。就在他即将走向卧底人生之时，家中妻子和孩子都在为他祈祷。很快辛巴被送到监狱中，对于监狱里的伙食他是爱不释手。就在他准备再吃一碗时，局长看不下去了，跑来让他准备下一步行动。辛巴问他计划是啥，局长表示我会去揍胖托尼的小弟，到时候来攻击我，然后借此获得他们的信任。辛巴义正言辞道，欺骗赚取的信任不值一提。局长无语，就你那点良知水平，打算忽悠谁呢？随后他转身将小弟绊倒，带着一众狱警对小弟不断嘲笑。这时辛巴将局长一盆饭干倒在地，于是小弟十分感激地看了他一眼，并表示你在挨打后要是还活着，我就会认同你的实力。辛巴诧异，什么挨打？这时一堆狱警蜂拥而上，将辛巴拽进了房间内。辛巴这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当然这些狱警都是 FBI 的人，他们不会对辛巴动手，但是会在辛巴面前殴打一些牛排，需要辛巴假装挨打发出惨叫。但辛巴听说牛排只能看不能吃，别说假装惨叫了，叫得比真的挨打还惨。这撕心裂肺的喊叫声果然震慑了门外的小弟们，他们认为辛巴是个人才。于是等辛巴看着自己妻儿照片心中感悟之际，小弟们簇拥着胖托尼出现了。胖托尼对辛巴很欣赏，带着他打开了脆弱不堪的监狱，然后将辛巴收编入伙。而这时的辛巴在外界一直联系不上辛巴，很是担忧丈夫的安危。但此时的辛巴正和胖托尼一起吃晚饭，靠着随身携带的调味料，还成功的挤下了另一位小弟，成为了能够陪着老板去墓地祭拜家人的存在。就在老板深情怀念家人之时，辛巴也因为妻子的一条短信情不自禁落下眼泪，这让胖托尼更加欣赏他了，认为辛巴是这个世界上唯一能和自己共情的人。而辛巴吐槽其实就很一般，但是胖托尼却对他十分信任。不过在真正成为他的下属之前，他决定给辛巴一个证实自己忠心的机会。胖托尼将辛巴带到了老谋子的小酒吧外，他告诉辛巴自己前段时间给合作伙伴打电话，却被接到电话的老谋子狠狠地嘲笑了一顿，现在他要让辛巴用犯罪手段报复回去。胖托尼给了他一罐汽油和打火机，那意思非常明确，烧了那个酒吧。辛巴骑虎难下，在胖托尼的压力之下，他还是选择下车朝酒吧走去，却没想到他还没来得及放火呢，老谋子自己一把火烧了酒吧就跑路了。等到辛巴回到车上，胖托尼只看见他身后被焚烧的酒吧，于是心满意足的笑了出来。很快辛巴被套了麻袋带到了一个房间，胖托尼很满意辛巴那临危不惧的反应，殊不知他只是心宽体胖罢了，于是让辛巴滴血盟誓。辛巴就这么稀里糊涂的加入了黑帮之中，并且在宴会过后完全取得了胖托尼的信任。这位黑帮老大甚至愿意带辛巴去见自己的军火来源。 FBI 们等的就是这一天，他们让辛巴开始行动。但这时的辛巴不希望胖托尼就这么被逮捕了，便试图劝说他离开，但是胖托尼以为他是突发神经，便没有在意，让对方赶紧卸货。此时耳机内的 FBI 也在让辛巴去拍摄枪支的画面，于是辛巴在后面诡异的举动引起了胖托尼的疑心，他掀开了辛巴耳边的假发，发现了辛巴是卧底这件事，交易对象们立刻逃走了。而胖托尼因为对辛巴十分信任，就连酒吧包间的钥匙都给他了，却没料到辛巴是个叛徒，于是被气得心脏病发作，当场去世了。辛巴看着好兄弟被盖上布送走，心中郁闷不已。这时 FBI 局长感慨，你是我见过最会伪装的卧底了。辛巴生气的看他，表示我兄弟死了，你别以为一张毛毯和一个握手就能解决这件事。女探员立刻扯走了毛毯，而局长也表示他并不想和辛普森握手。辛巴只能悲伤的回家。而这时辛巴劝他不要想太多，不然会更加难过。辛巴说这事过不去了。于是在胖托尼头七那天，辛巴带着假发和衣服去看他，并表示如果有机会他想要胖托尼复活。于是辛巴挨了一记闷棍。等他再醒来的时候，看见了一个长得和胖托尼很像的杀手，对方是胖托尼的堂弟，叫健身托尼。堂弟本打算替哥哥报仇，却看见辛巴哭得如此伤心，于是带着辛巴在健身房锻炼。辛巴便开始向堂弟倒苦水，说胖托尼是他见过最好的老板。这时一旁的资本家表示真的吗？我不信。当然辛巴立刻改口，资本家离开了。辛巴又开始怀念起胖托尼。20分钟的健身结束，堂弟不打算杀辛巴了，但这时的胖托尼其实已经活在了辛巴的记忆中，一旦辛巴死了，胖托尼也就消失了。辛巴十分感慨，一个杀手对我这么好，别人怎么这么坏？堂弟劝他不要多想。很快堂弟
就坐上了他哥的位置，但因为压力开始暴饮暴食，最后也被人们称为胖托尼了。而辛巴则回归了以往的废柴生活。辛巴的卧底人生结束了，并没有成长多少，仍然还是一个废柴，但他大概永远也忘不了自己还有黑帮好友了。身边的人可能是抱着目的的接近你的，但是真心换真心不一定管用，当断则断啊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啦，喜欢的小伙伴别忘了点赞、评论、加关注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